大家好，我是老 K， 今天我们继续来 K 游戏。正刚发售的几天，我把双主角的线都全破一次。我这一次把羁绊剧情、3个团体羁绊剧情、隐藏剧情全解，大约55至60小时左右。那今天来跟大家简单聊聊这款游戏到底如何。当然，这款有好有坏，但我玩完后第一个浮现的想法是，请给我绯红杰西2，谢谢。那这是一个爱好剧情向跟 JRPG 的游戏频道，平常没事就是打 JRPG， 当然有感兴趣的欧美游戏题材也是玩一下，但主要还是围绕在日系剧情向游戏。晚上大多数也都会开直播跟大家一起玩游戏，也会持续更新最新游戏破关心得。好啦，先抱歉一下，因为这款游戏很多地方跟系统随便讲到一点就很容易剧透，为了顾及完全没有玩过的玩家，所以有些地方会讲得比较隐晦一点，还请大家见谅。那绯红杰西相信不少玩家已经打通其中一条线，也有各种单线新的出现，不过我这边必须要说，这款游戏在只玩单线内容的情况下是蛮影响体验的。尤其男女主角各自的主线内容量是很大的，方向也差很多。如果只玩其中一条线，我只能说你最多大概只能搞懂剧情的60%而已。我简单比喻，男主角可能会给你 A 加 B 的内容，女主角会给你 B 加 C 的内容。而且男主角的视角会比较像带着问号跟谜团推进游戏，女主角则是带着答案在推进主线的感觉。这款游戏一定要2边都破1轮才会完整。但有件事情先说，不难发现这款游戏到处都有节省经费的影子出现，只是我觉得他们在放弃缺点凸显优点，尽可能利用经费的情况下，表现算是有超过我的预期。那一样我们就先来谈谈优点的部分，缺点我会放到最后面再讲。这款刚刚也有说过，在有限的经费下，缺点算是体现得非常明显。那首先画面不用说，喜欢日系的我一下子就注意到这款游戏了，而当中整体的风格非常 punk。跟 Switch 上的异界锁链非常接近，都是近代未来都市的风格，而战斗的超脑力资源跟终结技的特效更是非常帅气，玩起来更是相当爽快。但不少人反映 PS4 的帧数或是卡顿问题，我自己是用大约4年多一点的 PS4 Pro 玩起来是没什么大问题，虽然部分场景读取偏久，但都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音乐部分的话，我自己觉得尚可，当然任何方面都看你跟什么去比较，至少我觉得勉强中上的程度。战斗的 BGM 也是非常热血，尤其在你开了脑部空间后，真的是很燃。部分重要桥段的氛围也营造得还不错，算是中规中矩。战斗的话，对我来说绝对是这个游戏的一大特色，至少我觉得是拉分。但爽快度要到后期才会慢慢体现出来。也先说明一下，这款游戏越往后期走，越会要求你对战斗系统的熟悉度跟了解度。如果跟不上，或是你打算用早期的打法一路硬 A 下去，我保证后面你会卡关卡到翻掉。它不太算是一款爽打爽玩的游戏，它在战斗画面上是非常华丽跟爽快，玩起来爽度绝对有，但看似复杂华丽的操作，其实在按键上并不会太要求，通常都是几个简单的按钮就能完成，并不会像恶魔猎人或者异界锁链那样需要很复杂的组合跟操作才能打出帅气流畅的战斗。这点我是很喜欢的，尤其像我虽然不算真正的手长胆，半残吧。但恶魔猎人不开辅助系统，根本打不出那些招式；异界锁链也是太复杂的组合，根本打不出来。而在这款游戏完全没问题。虽然到后期会稍微比较小忙一点，但怎么样都比 DMC 跟异界锁链简单不少。不过重点来了，这款游戏不是单纯的爽打割草 game， 它越往后期越是会要求你对于战斗系统超脑力的应用是否足够了解。像不同的怪或 BOSS 放出不同的招，你需要去切换判断这时候该使用谁的超脑力。譬如会遇到隐形的怪要开透视，遇到移动速度很快的怪要开加速，遇到大范围攻击躲不掉时要开硬化等等。后面更会有需要一次开到复数超脑力的时候，而这边都不是你用暴力硬 A 能过去的。这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加分。系统很好玩，组合很多，但是不会过分要求操作，然后顺速玩不需要练等赚钱，普通难度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在战斗，因为主角的超脑力是念力，可以抓取周围物品来砸。所以跟地图上的物件互动很不错，像是有电车的地方可以直接整台砸过去，吊灯可以抓下来打陀螺，还可以操控铁片滑雪攻击等等。战斗部分个人给出很高的评价，总之是有难度、爽快度，但不会很要求操作。剧情上算是比较见仁见智，但我觉得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我只能先说这游戏的世界观架构很大，而且不算简单容易理解。如果没有2边都玩过，不太可能可以理解双方主角团在每个阶段的作为。
只会满头问号，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等等的状况会层出不穷。但实际了解两边剧情后，很多地方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这边也要先讲一下，还是会有些地方会非常难理解，甚至跟着我玩到两条线全破的观众，我们也一直都在过程中讨论剧情，但还是有些地方没办法完全解释。最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这游戏有非常明显在为续作铺路，所以有些地方可能要等续作或是 DLC 剧情补完，或是卖不好腰斩就这样不了了之。第二是这个游戏的剧情扯到一个非常麻烦的设定，但不剧透的情况下，只能说有这个设定的剧本本来就相对难理解，或是不容易把所有剧情上的漏洞都补齐。再加上这一作在这个设定上还有自己的解释跟不同之处，所以要完全理解更是难上加难。但我只能说，我们在这几天讨论下来，大致上都还算解释得过去，而且剧情反转力度跟张力是很不错的。原上对我来说，主线剧情是加分，而且会让我非常想要玩《绯红杰西2》。然后双主线的安排也是非常棒。要说缺点，就是强迫你2个都得玩才行。不过不剧透的情况下，我只能说重复的地方不算太多，至少比尼尔的 9S 跟 2B 不重复的多了。所以跑2线的主线烦躁感其实不会很高。而且就像最开始讲的，男主线可能讲 A、B， 女主线可能讲 B 加 C， 没去玩另一条线，或是用跳着云，真的会很容易搞不懂剧情。因为这个不能剧透的设定，会让一句重要的话没看到，你就很容易完全搞错方向。再加上很多重要的剧情设定补完会藏在队友间的脑讯息群组对话里，用云的也很容易漏掉这一块。但确实还是有一些是完全没办法解释，要等续作或 DLC 补齐的地方。总之，对于剧情我是给予正面的评价，要反转有反转，世界观设定也非常大，只是拆成2个主角的做法就见仁见智了。自己觉得像动画那样2条线直接合并一起讲也不错，或是可以在一轮游戏当中让玩家自动切换路线，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哪条线先玩都可以，但只玩1条线通常感受都不会太好。我这次先玩女主线，觉得莫名其妙，再补完男主线心里就舒服很多。以为是女主线写的方式有问题，但后来看了一下，也问一下朋友，他们先玩男主的也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大概就是先玩哪条感受都不会太好。但我这一次2条都玩完后觉得很棒，内容也还不错。像我一轮双主线跑完，不浓不恋不解支线，羁绊剧情、团体羁绊剧情、隐藏剧情全解，约55小时，分量是很足够的。不过再来就要讲讲我觉得明显的缺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支线任务，这款游戏完全等于没有支线任务，它除了给经验跟道具奖励外，就完全没有任何剧情可言。所以像我一样重剧情的可以全部跳过普通难度也一样可以正常过。但我因为不解支线有等级差，所以困难难度后来有降普通。再来游戏性上几乎都把点数点到战斗系统上了，再加上剧情是线性的，虽然可以在不同的地图自由切换移动，但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支线没有剧情，路人讲的话也基本重复，不然就不太重要，所以基本可以当做线性关卡游戏来看待。然后游戏就是每一阶段结束后会有一个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就是解伙伴羁绊任务。这边其实严格上不算缺点，因为很多羁绊任务写得很精彩，再加上角色的设定很有趣，所以大多数是看得很开心。但还是把它放到缺点来讲，是因为羁绊任务明显是有的写得很棒，有的就是为了写而写。因为每个人都有羁绊剧情过后会提升与该角色的战斗能力，所以为了迁就战斗还是游戏性什么的等等，有的角色间的羁绊完全就是 So no hits you one night， 没那个必要。但因为羁绊系统也会可能涉及到剧透，所以在能讲的范围内，我只能说写得很好的超好，写得很烂的超烂。而且因为主线上的发展，并且一定要在每章都插入羁绊的情况下，真的会显得某些羁绊真的是为写而写，完全是扣分，甚至根本不该在这时候写。但你也不能像支线一样跳过，因为羁绊到一定程度后会开启团队羁绊剧情，那个就超精彩，两边都超精彩，一定要看。不过我个人觉得羁绊剧情好看跟难看的大概7:3吧，所以算是还可以接受。最后就是怪物种类不算多，而且后期算是有堆怪的情况出现。虽然当我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无视，像跑步一样跑掉，但少部分尤其最终迷宫会有不少强制把你关注，逼你跟一大堆怪打架，打完才能走。尤其大型怪一放就是2到3只同时在场，对于第一轮还不是那么熟悉切换超脑力的玩家，打起来是真的蛮硬的，我自己就翻车不少次，这点就蛮拖游戏时长的味道。
但第二轮不继承的情况下，情况就改善很多，有熟悉真的有差，玩起来爽度差很多。何况真的第二轮只想赶剧情的，可以继承等级装备，玩起来就更没压力。好啦，大概是这样。简单重新复习一下，费用节气售价1790元，游戏时速一轮双主线约为55到60小时，战斗难度有且爽快华丽，但不太是硬操作。画面音乐表现中上，剧情架构庞大且反转力度不小，但碍于牵扯到某个设定与双主线的机制，而且游戏中对于这个设定还有自己的解释，所以是不容易理解。支线等于没有，羁绊剧情大多都很不错，但有的明显是为了配合游戏性或是战斗等等，为了写而写，真的比较扣分。后期有关门堆怪情况出现，在不熟悉战斗系统的情况下容易卡关。双主角设计真的很赞，各自不同的分量也很多，可以看到剧情完全不同的一面，但是否一定要拆成2线可以讨论。有相当明显在为续作铺路，人设不错，但有点偏重，意思就是他害羞的个性会非常害羞，傲娇的个性会非常傲娇。但总之，个人还是相当推荐，至少在经费有限情况下，截长补短的还不错，优点的好感度是大过缺点的烦躁。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飞鸿节气无雷星的分享。如果还不错，记得按赞订阅，给予老 K 辛苦冲突的支持。有想讨论剧情，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视情况而定，可能会再出一部剧情分析的影片，也不一定。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老 K，我们下次见。